本集开始，正式进入主线。我是瓜皮儿，闪电侠第8季前情提要。绝望魔所遇见的大决战时间线，在白瑞打败逆闪重新修复后得到了解决。好景不长啊，诺拉和巴特也察觉到了2049年的时间线发生了改变，速通之下看似回到正轨。正所谓正正得负，两个事件已经影响到了闪电侠的主时间线。中城这边一切都那么稀松平常，接班西斯科的新键盘侠切斯特正在监视着城里的一举一动。因为便当没有准备好，切斯特是打算花几分钟解决一下伙食问题，可想到几分钟的疏忽就可能引起大灾难，念头只能作罢。人美心善的阿莱格纳带着提前准备好的午饭来了，白便宜了切斯特这个家伙呀！不给人家增温感情的时间，熟悉的警报再度响起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才知道，中城同时发生了3起抢劫案。切斯特手忙脚乱的时候，无线电里传来了拜瑞踏实的安慰，他闪电侠已经轻车熟路地前往了现场。不费吹灰之力，3起抢劫案的罪犯带去了警局。混过圣莲蒂斯的哥们儿只能是自认倒霉啊！完事后，拜瑞又连忙变回了 CSI， 迟到是逃不掉了。乔卸任后，克里斯汀担任了中城警局的新警长。他现在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让警局和闪电侠正式合作。这些年来，双方都是靠这种默契打击罪犯。警察们习惯了闪电侠的帮助，被抓来的人有时候连证据都没有，直接铁笼子伺候。除非闪电侠跟警方正式合作，相互提供线索，快速办案。但克里斯汀没有办法主动联系到闪电侠，又没有闪电话这种东西。对于这种改革思路，白瑞光是听着就不太适应。不过细想一下，确实能省去不少的事儿。白瑞想听听乔的意见，结果老父亲表示他从来没有这种烦恼，自己儿子就是闪电侠，随时都能联系到，而且还配备了紧急呼救器。乔和塞西尔压根演变不到克里斯汀现在的处境啊！不过作为一个一生投入到警察行业里、有着半百年的饱经世故的老男人，乔看人一向很准。他告诉白瑞，克里斯汀这个人值得信任，或许也能给他一个紧急呼救器。但其实白瑞担心的不是信任问题，而是闪电侠现在已经到了不需要别人帮助的境界。与其花费时间在闪电侠的身份上帮助他，不如干好本职工作，从现场调查的证据上减轻克里斯汀的负担。乔也没跟儿子玩托个关系那一套，白瑞这么大了，有自己的想法，但他还是提了一嘴，克里斯汀这个人很要强，如果他真的想单独见闪电侠，那就一定有特殊的理由。实验室这边，切斯特老铁开启了直播间，并且把作品的数据无私奉献给了家人们。咱就拙劣的翻译一下弹幕啊，基本上就是几句话来回重复。乱入的凯瑟琳一眼瞥到了敏感弹幕，惊得切斯特连忙耻辱下播。最近的凯瑟琳相当焦躁，她把怒气推给了正在跟马克拍拖的冰霜，又是跳伞又是打枪。凯瑟琳的朋友圈全是冰霜在秀恩爱，反正凯瑟琳今晚也回去跟新认识的马库斯约会，谁能差得了谁？这就是典型的闺蜜嫉妒心呢。在这对面前，凯瑟琳更不自在了，赶紧溜溜球了。到了晚上，她和马库斯准时赴约，可刚一落座，身后就传来俩熟悉的声音，正是冰霜与马克。见状，凯瑟琳就打算换场，却不幸被冰霜逮了个正着，两人干脆跑过来邀请加入组队。马库斯也没有拒绝，凯瑟琳只能被迫留下。这俩人属实酸臭啊！凯瑟琳一口闷后开始指指点点，提起了马克以前干的坏事，意思是男人只会骗你0次和无数次，想给冰霜这个闺蜜来个劝分不劝和呀。起初大家都以为凯瑟琳在开玩笑，但随着她越说越多，冰霜表情也变了。念在凯瑟琳是家人，她什么也没说。耿直的马克当面就反驳了起来，甚至是言语反攻了起来。冰霜全程没有插嘴，凯瑟琳就明白他也很气愤。临时散场后，马克单独找上了凯瑟琳，意思是自己早就洗心革面了，不可能欺骗冰霜。以前犯的错，现在正在玩命弥补。可能大部分人都忘了马克干了啥。简单来说呢，他欺骗了冰霜的感情，但是在神速力大战及时将功补过，转为了污点证人。凯瑟琳的愤怒本来就源于嫉妒，马克给了个台阶儿，他也自然就下了。同时在马克的建议下，领悟了分毫，自己不该把太多注意力放在闺蜜身上。趁着火候，夜里就叫喊了冰霜，来了个好闺蜜一辈子，勇敢承认自己是因为羡慕嫉妒才有恨。冰霜也大度，相约改天一起去玩，这事儿也就彻底翻篇了。白瑞这边加班加点整理了白天3个罪犯的人证、物证等一系列资料，足以给他们3个定罪结案了。这的确是给克里斯汀省去不少事儿。但明天闪电侠要是又抓了几个人呢？白瑞总不能天天加班到死吧？他还是那个想法，得跟闪电侠正式达成合作。两人话没说完，电梯里一颗烟雾弹就崩开了。白瑞因为身体特殊，最后一个才晕倒，但其实这波完全可以避开。可剧情还得进展下去。想来后，所有人都被戴上了手铐。手铐能抑制转化人的基因，同时又有防护措施。
想逃跑或者想反抗的人都会被原地炸飞。而策划这起劫持警局离谱大案的，正是第5季第13集登场的大金链子金面银。简单带过一下他的故事啊，曾经忠诚的黑市大姐大艾米奈特，跟早期的冰霜杀手关系不赖，都是社会人。不过一个罂粟泉事件后，艾米奈特就金盆洗手了。这个金面人就是艾米奈特的男朋友，忠诚黑市的大哥大，曾试图抢走一台器官 3D 打印机，但被拜瑞和拉尔夫给阻止了。此番声称是要带走警局武器库的一样东西，在场除了克里斯汀以外，大家都不知道武器库藏了什么。拜瑞万万没想到金面人认出了自己，想起这厮滑头的很呢。金面人叫人好好盯紧了拜瑞，拜瑞能咋的？手铐戴着呢，只能束手就擒呢。虽然他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，但克里斯汀的表情说明了一切。金面人杀进了武器库，却发现箱子里空无一物，东西似乎早就被转移了。气急败坏的他让手下把拜瑞二人押了过来。拜瑞这才得知，武器库里的东西是反转化人子弹，是克里斯汀刚来忠诚时带的东西，只要打在转化人身上，就能瞬间并且彻底的消除对方的超能力。这东西的存在让拜瑞脸色一凝，但克里斯汀表示死也不会告诉金面人子弹在哪儿。但金面人表示你不怕死，他怕死。但拜瑞表示我他妈要招谁惹谁了。还没等克里斯汀松口，拜瑞反倒艰难地提了个意见，他是玩技术的，可以帮忙追踪子弹里面的暗物质，所谓一朝被蛇咬，被蛇咬10年呢。金面人这回留了一手，省得拜瑞又跟自己玩套路。他顶着重不拉几的大金链子小手表，死死盯着拜瑞弄手艺活，搞得拜瑞浑身发毛啊。金面人中途还给艾米奈特通了个电话，嘘寒问暖了一波，几句小情话还被拜瑞听了。他也不想乐，但条件不允许啊。俩人还就这个话题聊起了几句名言。如你想让你的搭档进入你的内心，只开门是不够的。金面人用这句话比喻自己和艾米奈特，他们不仅仅是恋人，更是搭档，更是犯罪搭档。拜瑞听得入神，手艺活都忘了干了。金面人是越说越来劲儿，表示他们的情感比金子还纯。聊着聊着才想起来，我这是犯罪呀！直接招呼人把克里斯汀拉了过来，梅开二度，你不出成品我就弄死他。金面人还是个文艺人，读过的书真不少，各种金句是脱口而出，绝对是个有文化的流氓，这相当可怕呀。但没有人注意到克里斯汀的手铐已经失灵了。拜瑞挠了挠头，直接起立表示完事了。明显金面人吃的亏还不够多呀。Right here. 拜瑞再次智商脱了个身，他和克里斯汀清楚，只要还在警局里躲着，迟早被抓住。正想办法优先解开手铐的拜瑞，不经意间看到了克里斯汀的手铐，他一下子茅塞顿开。克里斯汀的超能力是模仿啊，会在情绪激动的时候模仿身边转化人的能力。显然，刚刚被死亡威胁时动了情绪，复制了金面人的超能力。而这个手铐只能抑制有规律的基因波动，像克里斯汀这种一会儿一变的，反而没了效果了。拜瑞看到了希望，想让克里斯汀借助超能力解救所有人。但他没有想到女人拒绝了。克里斯汀的能力一直是他的负担，常常不经意间就复制了别人的超能力，因此酿成了不少悲剧。这也是他一直想和闪电侠合作的原因之一。克里斯汀希望闪电侠能教会自己控制能力，这样一来，自己再也不会威胁到身边的人。明白了理由，拜瑞直言问他为何不早点说出来。克里斯汀却表示自己不善于求助他人，况且也无法联络闪电侠。就在此时，金面人眉开3度，表示你不出来又不怕死，你的队员怕死。队员表示我他妈要惹谁了呀？时间紧迫，拜瑞连忙发动了绝学，现在没工夫训练，救人要紧了。他让克里斯汀相信自己的直觉，与其逆来顺受，不如顺水推舟。他说服了克里斯汀去拖延时间，自己会尽快解决手铐问题。金面人这边进入了倒数，数着数着又想文艺一波，以至于忘了数到哪儿了。这刚想起来打算继续数，克里斯汀就出现了。他利用复制来的超能力操纵了大金链子，与金面人对峙，拔起了河。拜瑞这边的操作朴实无华，他清楚手铐被破坏会瞬间爆炸，他干脆就趁着一瞬间的功夫撒腿溜溜啊！这招也确实奏效，世界上最快的男人终于又争了口气。听到楼上的爆炸声，以为拜瑞死了的克里斯汀心凉了一截，自己的能力也很快退去，场面再次倒向金面人。而只是一瞬间，闪电侠便现身翻盘。如果不是为了让拜瑞和克里斯汀加深信任，那么这集可以这么拍呀。Don't worry, guys. Already on it. Now, what were you thinking? Breaking into a police station. Whose bad idea was that, anyway? 闪电侠让克里斯汀放心，他在爆炸时救下了拜瑞，而拜瑞也换装赶了回来。
克里斯汀感谢了他的鼓励，同时透露了一个秘密：反转化人子弹早在8个月之前就送到了天眼会，警局里什么都没有，这也是克里斯汀保护转化人的一种方式。夜里，闪电侠赶到警长办公室，直接同意了正式合作，同时他也给了克里斯汀一个呼叫器。既然真心实意要合作，那他也决定把秘密身份告诉克里斯汀。没等他摘面罩，克里斯汀就猜出了他是白瑞。在残骸里，他们找到了残破的手铐，有暴力拆开的痕迹。如果白瑞不是闪电侠，那克里斯汀实在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办法能在爆炸的一瞬间活下来。白瑞无奈一笑，直接握手。闪电侠与警局合纵连横啊！家里，乔和女儿闲聊了几句，就要上楼去看看小女儿睡没睡好。只是一瞬间，艾瑞斯手里的叉子就没了，再一回头，桌上的菜也没了。父亲另一番打扮回了家，就像刚刚什么也没发生一样。而艾瑞斯发现时间线出了问题啊！只能说这一集比上集强，那下集会不会比这集捞呢？鉴别剧情是中垃圾还是大垃圾还是超级垃圾，成为了我每周必要的工作之一了。感谢闪电侠誓死不改的剧组，我的心态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啊！这一集凯瑟琳的男朋友马库斯倒是有的一说呀，他是表姐的合作伙伴，在斯旺大型 NTR 白瑞的时候有过一瞬间的露脸，等于是剧中新引入的角色，后期应该就担任凯瑟琳的男朋友了。现在凯瑟琳也有了新欢了，看来啊，编剧是毒死了白瑞和凯瑟琳的 CP 路线了。我竟然有种不祥的预感，闪电侠第8季要炒冷饭了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